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继上周互联网小贷办法出台后，在双十一前一天，互联网平台又迎来重大的政策变化。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消息一出，港股新经济股集体重挫，京东跌近 9%， 腾讯和阿里巴巴均跌超 4%。其中美团更是超跌 10%， 市值蒸发1882亿港元。美团在9号市值一度超越工行，成为港股第3大市值的公司。在中国这个市场谈垄断，总觉得有点奇怪。中国在2008年就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其实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垄断需要从3个维度来进行判断。第一个是市场结果，也就是商品的销售价格是否符合生产成本。如果是销售价格远远大于成本，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垄断，谋取暴利。第二点是市场行为，如果这家公司在制定销售策略或价格政策的时候不受其他竞争者的影响，那么就可以说这家公司拥有市场的支配地位。比如同样是卖手机的， A 公司的手机定价8000元， H 公司的手机定价5000元，后面降价到3000元，虽然降价幅度很大，但也是完全不影响到 A 公司的销量，那么 A 公司就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第三点是市场结构，在特定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比如一个经营者占全部市场份额的1/3以上。但是传统的垄断法并不适用于互联网企业，所以才有了这次的修订。接下来几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如何变成垄断型企业，垄断型企业又会对我们的生活、对社会产生什么好的、不好的影响？目前垄断法对互联网企业为什么不能有效实施？新的反垄断指南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我的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分析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金融现象，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点开小铃铛，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为什么要反垄断，或者说反垄断的目的是什么。总结起来，反垄断的目的主要有以下3个。第一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竞争，俗话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如果一个行业内没有了竞争，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会非常的缓慢，而且容易滋生出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垄断性的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往往会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比如打压对手、恶意竞争，导致社会整体生产力受到影响。第三个是为了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垄断者最害怕的就是行业内出现颠覆者，而颠覆者往往是代表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垄断者往往会打压对手，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以保护自己。根据统计，2012年到2019年底，中国一共有46起互联网收购案，包括携程收购去哪儿、同城艺龙、滴滴吞并快滴、美团大众点评的合并，交易经营者全部都进行了事前的申报，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查。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的互联网被几家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说到垄断，我们不能绕开的2家巨无霸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阿里巴巴集团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典型代表。目前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范围已经涵盖电商、游戏、物流、医疗、体育、教育、旅游、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不同的业务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效应和流量支持逐步并联，产生闭环效应。在电商领域，阿里巴巴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 50% 以上。基于支付宝的巨大平台效应和流量效应，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拥有较为完备的金融业务体系，并于2015年通过将其金融业务进行资产重组，成立蚂蚁金服，涵盖支付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芝麻信用、阿里云等。蚂蚁金服引领了一场互联网金融浪潮，多个领域发展已经使得阿里巴巴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是腾讯，腾讯的经营业务已经包括大众媒体、娱乐、互联网和手机增值服务，以及在线广告服务。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巨大的用户基数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微信在中国乃至世界实现了巨大的发展，甚至倒逼中国的通信提供商进行了废止改革。不仅如此，腾讯还积极地布局其他产业，通过自身资源借助资本市场进行并购，力图打造产业系统。目前，腾讯已经围绕微信产品投资多达数百家的公司，包括滴滴打车、京东、大众点评、58同城等等，进行相关业务的布局和延伸。另外是各行业内部的垄断行为。从2012年滴滴打车正式上线至今，滴滴的业务已经不断发展至网络叫车、代驾、大巴、共享单车、自驾租车、二手车买卖等，形成了出行领域的 O2O 的闭环，带来了500亿美元的估值。客户群体规模达到5亿用户和2100万车主，成为互联网出行领域的霸主。2017年到2018年中国网约专车行业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滴滴出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63%， 比排名第2的首汽约车占比高出 54.5%， 形成了互联网出行领域的垄断地位。美团外卖是美团网旗下的网上订送餐平台，于2013年11月正式上线。它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现代人都市快节奏生活的需要，导致上线后的业务量就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美团外卖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 2.5 亿，合作的商户超过200万家，活跃配送的骑手超过50万名，覆盖城市超过1300个，日完成订单1800万单，年度交易总额达到了1710亿元。仅在2018年春节期间，美团外卖的订单就暴增了 171%。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突破2000亿元，增长速度迅猛。但外卖在整体餐饮规模中的占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网上外卖市场，美团外卖的份额占比为 53.9%， 位居第一，饿了么占据 29.8%。在用户渗透率方面，美团外卖以 79.9% 位列行业第一，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抖音是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应用，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已经突破4亿，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抖音在2019年1月的日活跃用户达到 2.5 亿，2019年7月公布的日活跃用户为 3.2 亿，这一次的最新数据已经超过了4亿，意味着抖音一年的日活增长量超过 1.5 亿。那么垄断会造成哪些弊端呢？第一个是备受诟病的一个假货的问题。2014年11月，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发现天猫、淘宝羽绒服产品的合格率仅为 23.7%。201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抽查发现天猫部分产品的质量合格率仅为 72%。第二个是交易系统的漏洞，淘宝网有刷单欺诈消费者的一个行为。第三点是涉及影响市场的秩序。2011年10月，淘宝上涨了对卖家的收费和保证金的要求，引发了大卖家和中小卖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另外，腾讯方面，目前腾讯与其他互联网巨头对于用户平台入口的争夺还没有停止，从围绕核心业务密集的投资并购行为到小范围的短兵相接，争夺是依然非常激烈。2014年底，拥有阿里系背景的新浪微博宣布全面封杀微信公众账号二维码推广，以及2015年腾讯系的滴滴打车和阿里系的快滴打车背后是互联网金融和移动支付入口的争夺战。微信里面也不能打开阿里系的网站或者 App 的链接。虽然同处同一个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却不得不被垄断巨头们分割为一个一个的局域网。滴滴的顺风车原本是一个方便车主又便利乘客的双赢的出行解决方案，但是为了提高订单量，滴滴将顺风车附加了一个社交属性，乘客被贴上性感美女等标签，自己却全然不知，使顺风车被戏称为狼友车。2018年，河南温州连续出现年轻女性在搭乘滴滴顺风车时遇害，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向朋友求助，但是于事无补。滴滴平台的紧急求助功能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且平台管理人员和客服人员对于安全事件的反应迟钝，错失了解救受害人的黄金时间。美团外卖要求与合作商家签署排他性的协议，否则强制下线。抖音也频繁被起诉，起诉内容包括音乐侵权、视频侵权等。
那么垄断性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垄断性企业真的就是恶魔吗？他们对社会就没有一点贡献？下期就和大家一起继续聊一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